这是一条喝到烂醉的鲨鱼，它栖息的海域正是传说中的酒海，就连溅起的水花也全都是茅台和威士忌，而且这里还因不同的酒类分成了不同的海域，啤酒、白酒、洋酒通通都有。酒海的尽头是香槟岛，但是在这里不满20岁严禁入内。可小松却信誓旦旦地表示，他比阿鲁的岁数还大，尽管放心就好。阿鲁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找到制作占卜寿司的王醋，可两人没走几步，一头醉醺醺的老牛就直直向他们冲来。阿鲁微微一笑，随即手起刀落，就将老牛变成了下酒菜。解决完老牛后，阿鲁觉得口干舌燥，突然他眼前一亮，面前竟然是一汪价值千万的白兰地泉水。阿鲁刚想喝个痛快，可抬头却瞥见对面正蹲着一只大老虎，好在他已经醉得不省人事，所以不必担心。随即阿鲁捧起烈酒一饮而尽，酒精浓度高达98度，喝下去懵逼不伤脑。小松撇撇嘴表示狗都不喝。阿鲁笑着指了指不远处的几坨奥利给，这可是绝佳的解酒神器姜黄。小松听完人都傻了，鬼才知道这究竟是便便还是姜黄。一转眼两人又来到了啤酒瀑布，在瀑布边上长满了可以直接生吃的薯片树，还有解酒的大头菜和爽口的奶酪蒜，就连蝴蝶也全都是饼干做的。正当两人喝得正嗨时，忽然一片阴影笼罩在他们的头顶，天空竟下起了大雨。可让阿鲁惊喜的是，竟然是甜甜的香槟雨。可惜两人没看天气预报，不到2秒半雨就停了。正失落时，阴影再次笼罩了他们。就在两人猜测这次下的会是伏特加还是威士忌时，抬头一看，一头100米高的巨兽赫然出现。此刻阿鲁已经喝得迷迷糊糊，就连他也完全不是这头宝石龙的对手。但奇怪的是，巨龙并没有向他们发起攻击，反而像个雕像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仔细一看，他的背上竟然有个人影，竟是点穴大师次郎。次郎热情地邀请两人一同泡红酒温泉，连溅起的酒花次郎也没有浪费，全都被他用嘴吸进了肚子里。因为这里的红酒如果拿去售卖，一瓶少说也得价值500万。小松问他一周来几次，次郎微微一笑，不多，也就80来次，这不妥妥的酒蒙子吗？美酒当前，两人早就把任务抛到脑后。于是在次郎盛情邀请下，三人开始边看日落边品尝洗澡酒。第二天，两人顺利的将王醋带回，可谁知假面看到王醋后却破口大骂，眼下只有贵妇鱼和王醋2种食材，想要制作占卜寿司，材料还远远不够。于是两人再次踏上寻找核弹榴莲的旅程。以上便是本集的全部内容，接下来再补充一些细节。这段酒海奇遇记本质上是个关于欲望膨胀和认知颠倒的成人寓言。当茅台成了海水，白兰地当了泉水，红酒变了洗澡水，稀缺货一多，快感就贬值了。次郎一周泡80次温泉，那不是享受，是成瘾，暗示人被物欲反噬后的麻木。奥利给和姜黄真假难辨，就你的东西常常长得像屎，反倒98度的烈酒装得人畜无害，这不就是现实里的认知陷阱吗？阿鲁嘴上说找王醋，一路光顾着吃喝，典型拖延正事还自我感动，假面一句远远不够，直接打脸，最后逼他去找巨臭榴莲，意思再明白不过。真相往往带着让人恶心的代价，极致的甜美底下藏着的大多是苦涩的生存法则。